叫彭金章，今年70岁，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。49岁时来到敦煌，开始了一段与莫高窟为伴的考古生涯。21年来，他时常往返于大泉河两岸，河边的林荫小道，此时秋意正浓。河的另一边，绵延1600多米的崖壁上，大小不一，排列着735个洞窟。如此大规模的窟群，因何而来？又是如何建造的？一直是他考古研究的目标。在莫高窟有4把钥匙，可以打开这里的492个洞窟。中国文化这是公元848年，在敦煌，从安史之乱开始的战乱局面，已经持续了93年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有一个叫张议潮的人，募兵集众，发动了一场血战，收复了敦煌城。3年后，唐王朝在敦煌设置了归义军。收复失地的功勋将领张议潮被任命为敦煌归义军节度使。接到任命后，张议潮举行了盛大的游行仪式。在后来为他修建的功德窟、莫高窟、156窟的南壁上，那次游行的壮丽场面被绘制成为一幅壁画长卷，至今保存完好。在修建这个洞窟的时候，张氏家族在前室北壁上留下了一方题记。它对后来人研究莫高窟营造历史非常重要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墨色因墙体的斑驳而模糊。有幸的是，在藏经洞发现了当时题写时所留下的纸稿。在这份名为《莫高窟记》的题记中，整个莫高窟营造的缘起渐渐在字里行间浮现。那是在前秦建元2年，也就是公元366年，中国北方正处于五胡16国的战乱纷争，人们对和平生活充满向往，佛教也开始走向兴盛。丝绸之路上往来印度和中原的僧人
也络绎不绝。这时，一位名叫月尊的出家人向西行游，途经敦煌鸣沙山，忽然看到前方千佛现出真容，熠熠金光将他笼罩。经历了这片神奇的景象，月尊不再行走，他决定在鸣沙山东面的崖壁上开凿莫高窟第一个洞窟。和所有的研究员一样，彭金章大部分时间都在和洞窟打交道。在这些已经经历了1000余年时光的洞窟里，任何一个细节都有可能被忽略。底线壁画上头又画壁画。对。可是这个洞窟据说这样的，你看，最下面的一个白的素面。也就是说，在这个北梁壁画底下是没有壁画。我画的比北梁还早，北梁都是420年前后。对，学者们推测，这是崖壁上现存最早的洞窟之一268窟。主室只有1个人的高度，1米多的宽度，南北两侧共有4个小窟，里面只能容纳1人坐下。这就是专门用来坐禅修行的禅窟。学者们无法断定这是否是莫高窟第一个洞窟，但能够推测的是，月尊当年所开凿的也是一个禅窟。洞窟这个建筑形式源自佛教的故乡印度，释迦牟尼曾在石窟内西向结跏趺坐，远离城市喧嚣，并且冬暖夏凉。莫高窟最早的营造便因坐禅修行开始了。这是多室禅窟的那种一个小禅室，看，这是禅床。自从佛教传入西域后，沿途开凿了许多石窟寺，这些开窟的山崖大都由粗砂岩或砂砾岩组成。敦煌莫高窟的地质结构属于第4纪酒泉系砂砾岩，适合开凿石窟。崖壁前方就是宽阔的大泉河，从南往北在此经过，现在几近干涸。1000多年前，从三危山的沟谷中涌出各股泉水汇流而下，大泉河水碧波荡漾，河边成片的白杨树林映着碧蓝的天空，气候宜人。这里距离当时的交通要道敦煌城不远，但又相对偏僻，适合开窟修行，于是便开始了延绵千百年而不中断的洞窟营造。在早期洞窟275窟内，南北两壁的墙上有几座小小的屋檐，这是典型的中原建筑风格阙。小小的阙形龛内，娇小的菩萨恬然微笑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崖壁上出现了这样专门用来礼佛供养的洞窟。这些洞窟改造了印度的窟形，并加入了中原文化的痕迹。但由于人力物力的限制，这些早期洞窟空间较小，构造简单，在崖壁上零零星星，并没有形成规模。
一直到公元439年，在统一北方的战争中，北魏攻克北凉，凉州一带众多工匠由于战乱，纷纷迁来敦煌。此后，洛阳也来了大批官宦、僧侣、工匠。正是这些西居敦煌的人们，在莫高窟进行了一次规模浩大的开凿，并给洞窟造型带来了新潮的中原审美风格。这个285窟正是那个时期营造的最好见证。窟的西壁有佛教、印度教的天神，线条流畅，丰满圆润，是受中亚、西域的影响，又在敦煌被本土化了的形象。而在窟内的其他地方，却已显露出当时盛行的中原风格。面貌清瘦，身材清爽，带着高官大袖，典型的秀骨清象，这种在中原广为流传的画风，不再限于画纸上的丹青风流，而跃然于莫高窟的壁画间。也是中国的。让人更叹为观止的是，285窟覆斗形的窟顶，不同文明的印记在这里碰撞融合。中国神话中的雷神、飞仙、伏羲、女娲和佛教中的摩尼宝珠，都汇集在了这方形似倒斗的穹顶上。四面斜坡的结构能分散窟顶上方的重力，使洞窟坚实稳固，而且空间宽敞，从而成为了莫高窟的营造中最为普遍并延续不断的样式。这本身也是佛教石窟传入中国后的新创造。然而，又是谁有如此深厚的中原情结，开凿了这个洞窟呢？考证一个洞窟的主人、供养人画像与题记，对于学者尤为重要。供养人一般是指奉献自己资产建造洞窟的人，他们的形象往往被绘制在洞窟内，并附有题记。在285窟，位于说法图下方长达1个壁面的供养人画像中，有一些穿着王公、嫔妃的服饰。在当时，能以王者身份出现，最有可能的，就是瓜州刺史元荣了。很可能这就是他们东亚王府。东洋王元荣是第一个长期牧守敦煌的中原王室成员。在敦煌期间，他曾出资请人抄过大量的佛经。藏经洞遗留的原件当中，有一份《人王般若经》，末尾写道：“佛弟子元荣，寄居末节，生死是泪，离乡已久，归慕常新。入法之前，既用造经，愿天生成佛。”从这段发愿文中，我们不难体会到，身处异地他乡的元荣，希望通过佛教
寻得安宁与祥和。莫高窟也逐渐转变为来自四方的人们祈福、免灾、开窟做功德的神圣场所。莫高窟在历经千余年沧桑后得以幸存，也并非一帆风顺。公元557年，又一次朝代更替发生在北方，北周王朝取代了北魏，并在短短的几十年内换了3个皇帝。时局动荡，越来越多的百姓选择出家，数量竟逐渐达到了全国总人口的1/10，给统治者带来了政治、经济上的巨大威胁。终于，北周武帝在公元574年下诏灭佛。在这场浩劫中，敦煌地处边陲，有幸未受到破坏。15年后，隋文帝杨坚结束了魏晋南北朝将近300年的分裂局面，将旗帜插满天下。杨坚出生在陕西的一座尼姑庵，由比丘尼抚养到13岁，使他跟佛教结下了姻缘。登基后，杨坚下诏修复前朝废弃的寺院，并在敦煌大造舍利塔。他和儿子杨广都注重发展西部，使河西的生活呈现出一片祥和的景象。短短30余年的隋代，莫高窟造窟高达近100个，崖面上的洞窟由星星点点逐渐连成一片。开凿洞窟，首先要构思出洞窟在崖面上的位置和样式，继而开凿甬道。甬道挖出后，继续朝着崖壁上方及四周扩展。石沙从甬道排出，既安全又便于操作。窟顶成型之后，便向下挖掘，直到整个洞窟的样子被凿出，再根据需要进行装饰工序，一个洞窟才算完工。由于劳动工具简单，无数的工匠一铲铲挖掘，一笔笔勾勒。正是他们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，用双手铸就了整个崖壁的辉煌。莫高窟在外观上最为显眼的就是位于石窟群中段的标志性建筑96窟，又叫9层楼。弘
红色楼阁依山而建，气势雄伟。1999年，对于考古界，96窟的历史原貌一直是个谜。就是那个秋天，彭金章带着这个谜团，领导了一支团队，对这里进行了一次考古发掘。这只是个泥团哦，黑的。哟，很大很大很大。哎呀！就在这一次发掘中，彭金章发现，一层地表下面还有一层截然不同的地表。随着挖掘的深入，彭金章紧张的心转变为难以言喻的欣喜。民国、清代、元代、西夏、唐代各时期洞窟的地面先后显露，整个9层楼营造时的历史原貌浮出了水面。那是在公元684年，武则天当政，朝中关系极度微妙。此时，薛怀义、僧法明等僧人便伪造了大云经，来讨好武则天。因书中说自己是弥勒下世，女子为王，武则天甚是欢喜。弥勒为音译，意译为慈氏。所以，当公元690年，武则天如愿以偿登上皇位时，便自称是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。那时，全国兴起了一股大造弥勒像之风。96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凿的。窟内只有这一尊弥勒塑像，所以又称大象窟。他的形象据说就是依照武则天的面容而塑。专家们推测，像这样高大的洞窟，开凿时极为困难。首先要在崖壁的高处挖出一条甬道，然后向上挖出窟顶，再逐渐下挖，并在第一条甬道正下方凿出第2条甬道，挖出的石沙从下方的甬道排出，就这样依次向下，直到地面。经过精确计算，甬道的位置也恰能增加弥勒像的采光。佛像的胚胎是在挖掘洞窟时，由设计预留下的崖壁砂石加工而成的。根据专家们推测，营造这样大型的洞窟，往往要花费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才能最终完成。对于96窟开凿的经过，当时并没有详细的记载，但在公元966年的一次重修中，就使用了木匠56人，泥匠10人，而这次历时10天左右的重修，只换了2层木构而已。依此看来，96窟在建造时的工匠规模是多么庞大。远久后的今天，我们能感受的只有那大唐帝国恢宏无比气度的象征。钱流长河，波映重阁，那300多年前
只有一个洞窟高悬的崖壁，到唐朝年间，已经是几窟室1000余龛。莫高窟在唐朝进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。莫高窟有近一半的洞窟是在唐朝时修建的，这期间，一些纪念家族洞窟营造而刻下的石碑，成为了今天研究洞窟渊源的重要史料。修建于中唐时期的148窟，是一个开放参观洞窟。窟的前室里，这块石碑从洞窟落成之时就屹立在此，就像一位千岁老人对我们讲述着前尘往事。唐天宝14载，也就是公元755年，安史之乱爆发了。驻扎河西的军队被调往中原平叛，敦煌防务空虚，陷入了各种势力的乱战中。加急的求援信向中原王朝发出，整个敦煌城在重重包围中开始苦苦等待。可是援军迟迟没有音信，命悬一线的孤城中人心惶惶。最高军事首脑周鼎萌发了弃城逃跑的念头。就在这时，他却意外地接到了邀请，去莫高窟观礼一座新开的佛窟。这个窟的形状类似于民间的棺材，这是涅槃窟独有的样式。涅槃是经过多年修行，终于摆脱生老病死的轮回，达到一种寂静长乐的永恒境界。那环绕着释迦牟尼涅槃像长达3个壁面的经变画，图解了佛陀涅槃前后的庄严场景。窟顶上方的千佛，又宛如一方佛国净土的苍穹，如梦如幻。这个窟的主人叫李大宾，是当地的望族。涅槃窟的落成，在敦煌城烽火连天的时候，曾鼓舞着军民与城池共存亡的决心。大漠的冬天已经来临，李大宾所做的一切最终没能打动周鼎，他决定弃城而逃。临行前，被军中部下当即逮捕缢杀。接下来，敦煌军民在孤城中苦苦坚守11年，最后因内无粮草，外无援军，被迫放弃。往事已随大漠烽烟远去，记在历史的石碑上，大唐陇西李府军几个字赫然在目。
除了这些由世家望族修建的大洞窟外，崖壁上由黎民百姓出资修建的小洞窟占了绝大多数。这个只有几平方米的107窟，由晚唐的一户人家营造。除了家庭成员外，身份卑微的奴婢也拿出自己仅有的所得参与建造。这个体积。壁画中，奴婢身份的母女俩衣着简单朴素。母亲在题榜中说，他们出资绘制了6身释迦牟尼像，愿舍剑从良。敦煌世世代代的人们，不论财力的多少，在这里寻找自己精神寄托的期望，从未间断。这个时候，中原由于藩镇割据、宦官专权，陷入了一片混乱。这些都大大削弱了唐朝的实力。终于，在公元907年，离敦煌1800公里的都城长安化为废墟，历史从此进入了动荡的5代十国时期。而敦煌，由于地处偏远，管辖相对独立，在中原群雄割据的时候，这里却无有战争。公元914年，敦煌迎来了一位新的统治者曹义金。他主张对近邻修好，重视农牧业的发展。敦煌城再次恢复了一派繁华的景象。经济的繁荣，加上历代开窟积累下来的丰富经验，莫高窟的开凿开始了一个以大洞窟为主流的新阶段。这也是它营造史上最后一次黄金时代。61窟是莫高窟最大的洞窟之一，窟主就是曹氏归义军第4位统治者曹元忠和他的夫人。这是一个中心佛堂窟，正方形的主室面积有196平方米，最高的地方有9.5米，相当于今天的3层楼房。由于空间巨大，开凿洞窟时留下了一块崖体，用来承载窟顶重力，并在上面绘制各种富丽的装饰，形成了这种典型的殿堂风格。这个时期的洞窟样式也已经完全中原化。在曹氏时期，一系列大规模开凿及对历代洞窟的重修后，莫高窟也逐渐形成了历史上最大的规模。莫高窟的壁画彩塑大多集中在崖壁靠南部的洞窟中。学术界大致以此为依据，把莫高窟分为了南北2个区域。
有壁画45000多平方米，彩塑2000多尊。而莫高窟的北区，洞窟分布疏密不均，残缺不全，曾经一度被认为是敦煌考古的沙漠。但北区洞窟的作用是什么？和南区洞窟又有什么关系呢？这些对于彭金章而言，却充满了吸引力。这跟这个气候出乎大家的意料，一批又一批珍贵的文物被先后发现了。常年被忽视的243个洞窟，终于有了自己的门牌号码。127，3.2米，128。不论酷暑严寒，他的脚步踏遍了北区的每一个角落。这有烟筒、烟道，看黑黑的，是不是？这里呢，用瓦砖封起来，就像现在这里圆的烟筒一样，就烟就出去了。这一个台放点做饭用的东西，或者放个灯之类的。经过考古证明，这里曾是僧人们居住的僧房窟、修行的禅窟、储藏粮食物品的仓廪窟、埋葬僧侣的义窟。和南区礼佛的殿堂一起，构成了完整的石窟寺院——莫高窟。我们仿佛听到了那一声声开凿的叮当声，犹如一声声不倦的叩问，从历史那端传过来，又传开了去。五代宋初期间，海上贸易之路兴盛，莫高窟的开凿也止于元代。明朝嘉靖帝封闭嘉峪关，沙洲民众内迁，敦煌莫高窟进入了凋零的时期。而这座宝藏历经尘封，在20世纪初将重新被世人所知。中国、古印度、古希腊、中亚文明4种古老的旋律，在这里汇成了千古绝唱。
又是当年岳尊看见并曾感召过他的光芒呢？彭金章写道：“我也曾看见过这样神奇的景象。如果不是喜欢这里，我不会来；如果不是喜欢这里，我来了也会走。一年中，秋天是敦煌最美丽的季节。那碧蓝的天空，那金黄的白杨叶子，这一切都让我深深地沉醉。”